你有没有思考过人与人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在哪里？我们不断提升自我，努力工作，虔诚修行，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何一些人屡遭挫折，而另一些人却事业有成？这些人生赢家拥有何种品质？是做对了什么？是纯属运气吗？智商和情商吗？亦或是学识、认知和技能？这些都不够准确，一定存在一个更为深刻的层面。磁场。有一种人，他的五官长得很圆润，很圆满，可是为什么他做什么事都不顺利，一直不得志呢？在相学里有一句话，上等的看相不是看五官，而是看神韵，一般的批八字才看五官。有一种人，虽然他的五官长得不是很好，但他散发出来的磁场和氛围非常清净、清透，没有浊气，这种人的运气一样会很好。相反，如果他的五官长得很好，但他的磁场比较污浊，被一种浊气笼罩着，那么他做任何事情都不会顺利，也不会得志。人的磁场是看不见的，但这种力量是巨大的，就像万有引力一样。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这种磁场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你的人生。这种磁场是怎么形成的？你的观念，你的信仰，你的环境，你的朋友，你的呼吸，你吃的食物，你的欲望，你的静息与睡眠等都会影响你的磁场，这些磁场就形成你的气质、你的运气、你的命运。一个人的气质很好，外表精神，有修养，有道德，这个人的磁场就好，就会吸引好的事，吸引好的运气。相反，一个人如果磁场不好，则外表没人精神，萎靡不振，做事没效率。如果磁场再坏，就会走霉运，不好的事情总是发生在他身上，干什么都不顺，喝口凉水把牙给塞了，这些都和人的磁场有关系。好的磁场吸引好的事，带来正能量，不好的磁场会吸引不好的事，会带来负能量。这些磁场就在我们的身边，但有正磁场也有负磁场，看你怎么选择，看你怎么做。那么什么能影响我们的磁场呢？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意念场。你想什么，你相信什么，你就有什么样的磁场，这也就是吸引力法则。你的思想吸引你想要的东西，你是积极向上的思想，你的磁场就是积极向上的；你的思想是消极负面的，你的磁场就是消极负面的，同时吸引消极负面的人和事。所以要加深你的正能量场，就要有积极正面的思想。具有赚钱意识的人经常吸引金钱，而具有贫穷意识的人总是引来贫穷。通过你的思想、语言和行为，他们将为你所意识到的事物打开通道，无论富有或贫穷，都恰如你所想的状况那样满足你。一个人在心里怎么想，他就会是什么样。你一直很害怕的事物总是向你走来，也就是说，你所强烈意识到的事物总是会来到你这里。
意识或思想与信念，是使我们所意识到的事物找到路径来到我们这里的精神导线。思想是因，与你思想相一致的人生和境遇就是你的果，你的因会吸引来果，这就是种瓜得瓜，你种下什么因就会收获什么果。你知道这个法则的原理后，你就会运用思想的巨大能量来追求你所想要的一切。你会变得有自信，你会知道世间的因果法则，你会懂得正确积极正面地运用你的思想。人的心脑合一，身心开放后，振频就强了，与天地意识信息振频就通畅了。只要有一颗真诚的、善良的、友好的、无我的、为众生做好事的心，信息收发才能自如。人体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信息场，无时无刻都在与外界的信息、能量进行交换。爱的磁场，爱是宇宙间就强大的磁场，因为它和宇宙和谐一致。爱是你身上正面的磁场，你只有发出爱你，才会吸引爱。所以不要只爱你自己的那么小我，要爱周围所有的人，爱你的朋友、父母、爱人、亲人，同时爱你的敌人，爱地球万物，一花一草。你发出的爱越多，你积聚在宇宙间爱的磁场就会越大，同时你收获的爱也就越大。爱是一种物质，一种磁场，你发出爱，宇宙就有你爱的磁场。一个人积聚的爱的磁场越多，他就会吸引更多的爱。当你有困难有危险的时候，宇宙会发出各种信息让你感知到。这就像灵感一样，灵感发生于有爱的地方，孩子和妈妈，双胞胎，恋人和朋友。只有两个人的爱的意识体的磁场，才能让我们能够相互共振。虽远在天涯，但爱让意识体联系到了一体。他有危险他会知道，他有爱他会感知得到。孩子有危险，妈妈会感到有些不舒服。你某一天想起一个远方的一个朋友，忽然你的这个朋友打电话给你。两个相爱的人虽远在天涯，有时也会感知到对方的爱。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的人，一个人广做善事，他就积聚了宇宙间的爱的磁场。当他有危险时，他的潜意识会有感知，身体哪方面不适或出现信号，让他知道，然后避免灾难。就算真有灾难，他也会化险为夷。宇宙间有一个强大的法则，就是吸引力法则。你的思想是有磁场、有能量、有吸引力的。你想什么，你就会发射到宇宙中去，宇宙就会响应你的想法，给你想要的。而爱是宇宙间最强大的磁场，你发出多大的思想，宇宙间给你的磁场就会有多大。一个广做慈善发出爱越多的人，他得到爱的磁场就会越大，他会越来越赚钱，好运会越来越多。这是有道理的。做任何事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要以恶小而为之，不要以善小而不为。
这和佛家的因果思想是一样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做好事升天堂，做坏事下地狱。你能吸引多少爱，取决于你付出多少爱。这是宇宙间的自然法则。宇宙是圆的，宇宙是有因果法则的，有付出就有回报。爱别人，别人才会爱你；帮助别人，别人才会帮助你。有因才有果。很多人只知追求果，但不重因。因就是付出，果才是你得到的爱。在日常生活中，你会发现包括你在内的大量的低能量人，偶尔也会幸运地遇到高能量的人。他们总是那么积极乐观，总是那么快乐，总是那么具有影响力，你感到羡慕，并被深深吸引，同时也希望成为那样的人。那么到底怎么做呢？首先我们看看什么是高能量和低能量。正面的高能量，活力、精力充沛、兴奋、热情、全神贯注、多姿多彩、正面挑战、内外合一、自我提升、提升他人。正面的低能量，安静、冷静、平静、宁静、放松、焕然一新、和谐、当下、充分休息、内外合一、静态。负面的高能量，愤怒、怀疑、沮丧、担忧、急躁、压力。负面的挑战，所有的事情都是问题，关系是挑战。负面的低能量，怨恨、后悔、内疚、嫉妒、自卑、绝望、挫败、羞耻、尴尬、责怪，让所有的负面能量没有空间进入自己的时间内，让自己始终处于80%的正面的高能量和20%的正面的低能量的状态中，人生就会非常积极正面了。这就是人生快乐和成功的秘诀。正如所有的秘诀一样，你必须有意识地去不断操练、实践，直至成为习惯。人体的能量场。长期以来，人们都对念力抱着一种神秘的态度，既相信它的存在，又不知这一神秘的力量来自何处。而到底这一神秘的力量在哪里呢？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来自人类自身，是人的能量场通过大脑所发出的意念力。意念力是存在的，它来自于人体的能量场，但人的这一能量场会随着后天不断产生的欲望而减弱。减少欲望，保持心态的平和，多做善事，能增加这一能量场。可以说，德行是人体能量场的源泉。修炼人练什么？就是修炼人的心性和德行。人的意念越专一，这个力量就越大。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常说心诚则灵的道理。佛门中也常讲一分诚敬的一分利益，10分诚敬的10分利益。为什么胆大的人做事容易成功？因为胆大的人做事果断，意念专一，信心坚定，没有像多数知识分子那样的层层疑虑。所以只要念头正，越单纯越好，越单纯越容易成功。而生性多疑，
优柔寡断的人做事很难成功。人的一生就是一个耗能过程，如不人为地加以控制，人的这一能量场就只会减弱而不会增强。胡思乱想的人最耗神，也就是耗气血、耗能量。所以心静养神，心静是恢复自身气血的最好方法。闭关修炼再度出山的人往往容易马到成功，就是因为他通过修炼集聚了大量的内力心念力。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不同的人能量场的强度也是不同的，但有相同想法人，能量是能够相合的。有特异功能的人就是通过能量场所产生的意念力做出了常人所不能做的事，但有特异功能的人在发功时必须高度专注，否则功力就会大打折扣。如果在发功时有人的能量超常所发出的反对意念力超过他，那么不但不会成功，反倒有可能造成伤害。能量场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只不过存在着强弱的不同及完善与否，它直接与人所秉承的阴阳五行之气有关。阴阳二气旺盛且五行健全的，其能量场就强盛和完美；阴阳二气衰弱而又五行不全的，其能量场就衰弱和欠缺。这个能量场其实就是中医上所说的人的正气，它是人体在阴阳平衡、五脏调和的状态下产生的。人的这一能量场可以产生一种作用力，即时刻环绕在人体的周围，起着维护身体健康的作用，又能根据不同的事情对外产生不同的作用力。静时保护自身，动时向外产生能量，也就是中医所讲的正气内存，邪不可干。这一能量场在对外产生作用时，与力的原理是一样的，分则弱，合则强。由于人每产生一念，无不取决于心，心是产生欲望的器官，所以人所具备的这一能量场可以说是由心来控制的。心的欲求越多，此能量场也就越分散，对外产生的作用力也就越小，同时用于保护自身的力也就越弱。反之，如果心的欲求越少，此能量场的凝聚力就越强，对外产生的能量也就越大，而用于保护自身的能量也就越大。所以说，人在无私无欲、清净淡泊的情况下，能量场是最强的，抵御外来侵害的能量也最强的。这个时候发出的第一念往往有不可思议的效果。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个意念都是此能量场所产生的力的外施作用。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产生的作用力是显而易见的，而人对某一件事所产生的意念，也是一种力的外施作用，只不过是一种无形的力，它以一种波的形式存在于空间之中，并且不受时间的限制。一心一意做一件事就容易成功，三心二意就不容易实现目标。这一人体所发出的意念力是非常神奇的。一个人针对某一件事都会产生一种想法，而一旦这一想法形成决定，人体的能量场就会依据这一想法，通过大脑向外产生一种作用力，这个力就是人的意念力。但是
由于不同的人所具备的能量场不同，加之不同的人对事情的专注程度也不相同，所以能量场所发出的力也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有的强，有的弱。人的能量是一定的，所以要做什么事，你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应该是每个人都必须应该慎重的。你要发财，你要升官，还是要健康，你必须权衡利弊，做出选择。为什么有的人升官发财后身体就突然不行了？就是因为他长时间殚精竭虑，把自己的内在能量消耗殆尽，而自己却无从察觉的缘故。恐惧、焦虑、忧愁、灰心等都会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消耗自己的能量，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些不愉快的心情。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俗语：为人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暗是亏心，神目如电，以此来告诫人们，不要想意淫也最耗神，也不要去做坏事，否则就会遭到神明的惩罚。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就是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会向外发出一种信息，那就是做了这一件事的信息，无论好事或是坏事，这一信息会一直存在于空间之中。只要你做了坏事，你所发出的信息就会带着你独有的烙印而存在于空间之中，而受害方也同样会发出信息进行寻找。一旦找到，剩下的就是能量的较量了。被人知道的人和事，受害方就会千方百计地与你为敌，从而进行报复；而不被人知的人和事，就会由人的能量场所发出的意念之力在空间进行较量。所以不要以为你所做的事别人不知道，一旦遭到报应，泄密的就是你自己发出的信息。念力就是施念者能量的外施作用，它是一种力，可以在被念者的身上产生作用。目前就发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凡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子女生活学习关注越重，这些母亲到了中年后身体都是相当不好，而那些对孩子比较放任不大上心的父母身体都很不错。这大概和这些父母的心学念力释放多少有关吧。祝福和祈祷也是祝福者能量的外施作用，同样能在被祝福者的身上产生作用。之所以宗教一直存在，其原因就是由于有这一神奇之力的存在，所以宗教才兴盛不衰。只不过长期以来，人们不知道形成这一神奇之力的真正原因，所以把它神化了。不同的是，诅咒是会大量消耗自己的能量，而祝福祈祷会增加自身的能量。这也是以祝福为宗旨的宗教之所以能越来越昌盛的原因之一。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做人诚实守信，经常地帮助别人，就会获得好的赞誉和祝福。一旦有难，就会得到很多人的祈祷，这时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来增加其人的能量场，从而减轻疾病和免除灾难。这是众人的能量在起作用，而不是神力。在这里有人可能会说，许多有信仰的人并没有避免疾病和灾难，
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人生的生老病死，所以如果得不到这种能量的保护，后果只会更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有钱人，你要经常施舍，多做善事，恩泽于民，老百姓就会爱戴你，祝福你，你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富有。反之，如果你自私自利，为富不仁，那老百姓就会诅咒你，你的财运或身体很快就会衰败。其实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就不难发现，中国的富人，尤其是一些暴发户们，大多数都从不或极少做善事，他们靠偷税漏税、坑蒙拐骗等不正当手段起家，因此他们往往衰败得很快。而国外的一些大知名企业、大企业家能够长久不衰，就是因为他们把收入的很大部分都用在了公共事业上，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老子说，为道日损，为道日损的损，是建立在生存必须的基础上，抛弃额外的贪欲，这才是为道者遵循的损。损并没有因损而失去，而是转化给了另外的载体，从而不为物类。失去的是贪欲物质，得到的是身心的升华和强大的能量场。这就是有所失必有所得，人为外物所累，必然身心疲惫，与养生不利。对生命而言，时间缩短了，生命的质量下降了，不为外物所累，与养生有利。对于生命而言，时间延长了，生命质量提高了，保护自己的能量也就增强了。最忌讳的是患得患失，患得患失的心态对养生最不利。其实念力的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如果作恶多端，就会遭到众多人的诅咒，而这种诅咒是一种能量的外释作用。如果这一能量超过此人的保护自身的能量，就会在此人身上产生作用，或作用于物，或作用于人，使其轻者治病，重者损命。当然，如果此人自身的能量场相当强，又有很多的人支持，就有可能对此人产生不了明显的作用，但有可能发生在后代的身上。这就是民间流传的后世宝。人的意识就是一种无形的能量，也可以称为意念力。这种能量通过人的意识发射在空间之中，形成强度不同的能量波。它可以影响和改变事物的存在形态和发展方向，也可以直接对事物产生改变。只不过此能量的大小是因人而异的。意念力强的人可以改变物体的存在方式，可以影响别人的意识，控制别人的思想。许多看上去是人为因素决定的结果，实际上是必然的规律。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作恶多端，但又势力强大，纵然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那么就会有很多深受其害的人在潜意识里希望该人遭到报应。这时这些人就会共同地向空间发射一种能量，并形成一种合力，以能量波的形式存在于空间之中。人自身的能量场有强期和弱期，一旦该人保护自身的能量常处在弱期，
那么存在于空间的能量波就会直接对该人进行攻击。这种能量可以借助任何形式发生作用，或大病一场，或因车祸等事故造成死亡。因此保证身体健康，也就是保持自己的正气，就不会受到外来诅咒力的伤害。当然，人不会永远保持能量不衰退，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任何人都不可能违背这个规律，所以做什么事都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也就是违背事，不然是自取灭亡。日本的江本胜博士所著的《生命的答案水之道》，用科学实验证明了人的意念是具有能量的。人对一瓶水的意念不同，水就会结出不同的结晶。随着人类自身选择的不断变化，会出现不同意识的能量组合，而这种组合出现的结果可能是随机的，它可以直接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作用。也就是说，人类向前发展，会因人类的不同选择产生出无数的念力，因而会出现无数不同的结果。选择在人类自己，这就是道，是一种选择。选择正确，就出现有益于人类的结果；选择错误，就出现有害于人类的结果。4. 认识善恶的频率。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我们的科学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中。老一辈人曾讲过的一个人要多做点好事，少做点坏事，要行善积德，如其不然，不光你自己遭罪，你的亲人还受你的影响，许多人都将信将疑。这是真的吗？我们怎么能看到呢？这不，科学家通过一系列的科学手段，给人们证明了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说明，物质就是能量。物理学家已经证明，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固体都是由旋转的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有着不同的振动频率。粒子的振动使我们的世界表现成目前的样子，显得丰富多彩。我们的人身也是如此。科学家已经测量过人在不同的体格和精神状态下身体的振动频率，结果让人大开眼界。大卫·尔霍金斯通过20多年的研究表明，人的身体会随着精神状况而有强弱的起伏。他把人的意识映射到1-1000的范围，任何导致人的振动频率低于200的状态会削弱身体健康，200以上到1000的频率则使身体增强。霍金斯发现，诚实、同情和理解能增强一个人的意志力，改变身体中粒子的振动频率，进而改善身心健康。死人的频率没有意义，邪念会导致最低的频率。当你想着下流的邪念，你就在削弱自己。见高依次是恶念、冷漠、痛悔、害怕与焦虑、渴求、发火和怨恨、傲慢，这些全都对你有害。但信任在250是中性的，信任有益于你。在网上的频率依次是温和、乐观、宽容、理智和理解、关爱和尊敬、高兴和安详、平静和喜悦在600，开悟在700-1000。
他遇到过的最高最快频率是700，出现在他研究特瑞莎修女的时候。当特瑞莎修女走进屋子里的一瞬间，在场所有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幸福。她的出现使人们几乎想不起任何杂念和怨恨。1000被称为是神的意志或精神，这是绝对力量的频率，甚或更高。在我们的心目中，小孩是非常可爱的，尤其是那些11、2岁以下的小孩，显得非常可爱。如果按照上面的推论来看，小孩本身受先天物质的影响，他不会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他不会尔虞我诈，更不会为了一点利益而勾心斗角。所以小孩的意念是很纯净的。由于小孩的意念的纯净，所以他发出的这个场就特别祥和，使人有一种非常想亲近他们的愿望。如果小孩再长大一点，他接受了许多来自于社会给他的不好的影响，他的头脑里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意识，就会产生争斗心理。这样下去，这个时候他身上带着的场就不太好，使人们不愿意接近他们。有一些长者，他们心态祥和，对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他们在社会上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因此他们就把许多事情看开了，放下了。这样他们身上发出的场也比较纯净，有一种使人愿意亲近他们的感觉。通过以上的一些论述，我们知道一个人在头脑中意念的善恶影响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也影响着你和周围人的和睦相处。所以一个人的头脑里要经常想一些好的事情，用善良、真诚代替你那悲观、痛苦和失望，甚至沮丧，这样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的。5. 了解你的能量场。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区间，也就是一般所谓的能量场、精神能量磁场。能场有如鸡蛋的形状，包围在人体四周，但它真正的形状却是因人而异。能场大概有几种形态：树枝状、瘦长形、矮胖形、区间狭窄、非常贴近身体、区间宽广、向外扩张、贴近身体、只在某些部位向外扩散、身体底部区间狭窄、顶端区间宽广、身体顶端区间狭窄、底部区间宽广。以上是能场的几种基本形态，这其间并无好坏的区别，每一种形态都代表个体的独特性。能场的形态也会因时空的差异产生变化，甚至每天都在改变，它随着你的成长不断变化。5.1 能量场的交汇。当你的能量场与他人产生交汇时，你也可以马上感觉出，例如某人站得离你太近时，你会认为他闯进了你的安全界限，并感觉到彼此的能场产生交汇，这会令你相当不舒服，觉得隐私受到侵犯，于是直觉的反应就是退后几步，回到安全距离。有时候退后几步这样的动作并无多大帮助，例如当你的能场范围足足有6尺远，或者你身旁的人能场区域也有6尺宽时，
单单只是退后几步实在没什么用，再者也不太可能每次都往后退。当你处在拥挤的人群中时，就无法那样做了。有时你会身处拥挤市区，只一味觉得不舒服，却不知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和别人的能场产生交汇，而你却毫无察觉。当别人的能场与你产生交汇时，你多少都能感受到他们的一些感觉，因为大部分人都习惯只表现正向积极的感受，而较少传达出负面消极的部分。然而负面消极的情感却会明显地呈现在能场中。如果一群人出去玩，一个人情绪不好或不安不愉快，我们很快能感觉得到，甚至因而被影响。在交汇的能量场中，你多少能感觉到他人的情绪起伏，人际关系、经济状况、家庭生活、职业、压力以及种种感受。此时你可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而开始去思考一些未曾想过的问题。另一方面，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隐私权受到侵犯，因为毕竟他人也同样能感受到你的一些感觉。5.2 能量自动互换。当你在拥挤的人群中待上了一阵子后，可能会觉得很累，这是因为你与别人的能场产生交汇，而在不知不觉中产生能量交换，就像冷热混合时产生热量的转换，你的能量也与别人互换了。即使你身在人群当中，有许多人感到疲倦不舒服，这时你的能量会很自然地被他们吸收。这样拥挤的人群甚至会令你很快就觉得筋疲力尽。这是为什么老人或病人喜欢和年轻人共处的原因之一。他们与年轻人或健康的人交换能量，这是一种自然的转换过程，非靠意识使然。为什么有些人去看一下病人，自己就生病了，或碰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民间还有一种说法，某月或某日不要去看病人，不要参加红白喜事。有的人可能感觉比较迷信，然而确实有这样的见闻。从能量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跟能量场有关系。人和自然之间总有一定的能量互换规律，和中医学阴阳五行相生相克、阴消阳长等规律有一定的关系。佛学的角度也讲轮回的规律，万物的规律。5.3 认识自己的界限。如果你能先认清自己的能量场界限，就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它。你可以运用思想的力量，将能场往外拉，就像伸手把一件物体拉进你身边一样，感觉一下能量场界限有什么改变，制造一个泡泡。当你将能量场拉近后，用一个透明的泡泡将它包围起来。此时你必须花几秒钟的时间，想象有一个泡泡包围在你的能场四周。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做得到。这不只是一个幻想，你确实已经运用思想的力量创造了某些东西。下次当你在身处人群时，停下脚步，花些时间将能量场拉近，并用一个透明的泡泡将它包围起来。之后当你再度独处时，注意一下自己的感觉，是
是不是觉得比较舒服，而且有精神呢？与家人朋友相处时，当你与家人朋友相处时，别忘了这个方法，随时保持泡泡的存在，因为人们的能量总在不知不觉就产生互换。这个做法并不会使你变得冷漠无情，它只是你准备开始转变的一个起点。你仍然会有感觉，别人也一样有其感受，唯一不同的是，你会更清醒而专注，不再受交汇能量场中的情绪干扰而产生散乱，并且沟通也会变得更清晰、开放和直接，身边的人也因而感觉更舒服。保持独立的情绪空间，几乎大部分人都会被混乱情绪所困扰，你务必要保持独立的情绪空间，以便能够重整和了解自己真正的感受。这是你要认识自己之前非常重要且基本的步骤。假使你对外在情境的反应不是基于自己的真实感受，那么你必须将它理清。保持自己独立的情绪空间将会对此有所帮助。每一个人的磁场都有释放和吸收的功能，如果经常和磁场比较污浊的人接触，他也会把我们的磁场给污染了。如果跟一个磁场比较干净的人在一起，他散发出的磁场也能把我们的磁场给净化掉。学会释放自己，让身心和整个宇宙融为一体，要不断的修行，才能走出自我，找到真我。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总是试图去拯救别人，唤醒别人，甚至为了别人消耗自己。亲戚遇到麻烦，你事事上心，结果越帮越忙，费力不讨好。朋友遇到困难，你感同身受，结果自己也陷入负面情绪，干什么都不顺利。要知道，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过度介入别人的生活，不仅对别人没有帮助，还会让自己陷入低能量磁场中。收起过度的热情，不轻易让别人干扰自己的磁场，才能保持内心的从容，把生活过得井然有序。请不要让任何人干扰你的磁场。从今天开始，做好2件事情。第一个，不要再追求改变他人；第二个就是不要再和任何人去纠缠，因为这2件事情是极其干扰你的磁场，让你的能量会越来越弱，福气会越来越薄。身弱不淡财，福薄不长寿。首先对待内心你想要改变的人，你讲的道理越多，别人会越反感你，越不愿意和你沟通的。与其千方百计地去改变别人，让自己陷入麻烦，不如放过别人，也放过你自己。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自己要完成的功课。你为的好不一定是真的好，你以为你能改变拯救别人，也有可能他是显化此相来度化你的。所以才有一句话，烦恼即菩提。一心的想要改变他人，不如做好自己。再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有正在纠缠的人和事，记住一句话，层次不同，不必争论。那是不必纠缠。凡是那些负能量的东西，都不要去回应。回应你就会与之纠缠，纠缠就会受其损耗，纠缠过了头，则介入了它的因果。
扰乱了自己的磁场，结果往往是自我损耗，尽我们该尽的义务，其余的事情唯有他人自度。守好自己的能量磁场，也不要随意去干扰别人的磁场。一个人把心力全用在对抗他人，计较小事上，就没有力气去做重要的事情，爱重要的人了。我们所有的人记住一段话：亲疏有度，进退自如是真智慧。愿你在这里照见智慧。运气好坏是由一个人的磁场决定的，有好的运气必然是因为有好的磁场。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就要学会去成为一个能够与之相匹配的人。磁场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你的人生，你有什么样的磁场，就过什么样的人生。提升你的身心磁场，就是改变你的命运。人的磁场和运气是可以通过修行改变的。强大磁场，高手从这7个方面入手。01升级朋友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你自己的磁场不够强大时，你更容易受到周围圈子能量的影响，它们发散出的磁场会进入你的能量圈，不知不觉间改变你的身心状态。真正厉害的人懂得升级自己的朋友圈，他们自觉净化自己的朋友圈，远离那些消耗你身心能量的朋友，拒绝那些无意义的垃圾社交，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在自我的成长上。他们敬畏磁场的力量，懂得及时净化，升级自己的社交磁场，主动进入正能量的集体当中，使身心浸润在积极和谐的光明场域中，借力使力，快速跃迁。相比于表面热闹的社交，他们更喜欢独处，他们愿意给自己创造足够的精神空间，在身心归位中与高人神交，进入高人的思想频道，与高人的能量磁场同频共振，心心相印。判断一个人人生所能到达的高度，看他交往的朋友就够了。正如有人所说，一个人的水平就是他朋友圈的平均水平。02净化环境场。环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生活的环境，环境中的每一个物品都有自己的能量，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你的身心，成为你的气场。真正厉害的人懂得敬畏环境的力量，他们尽可能地调整自己的身心频率，与环境和谐相处。在他们眼里，物品归位，打扫干净，净化环境，就是在疏通自己的身体，整理自己的能量。他们也会自觉净化自己的生活、工作环境，努力在环境中安置充满正能量的物品，并在其中注入意念与灵魂，使自己的精神处于光明的滋养中。当你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感觉到的，都是那些能够调动你身心能量的东西，你自然会自动进入一种身心的和谐状态。真正的善待自己，是主动加工、升级你每天朝夕相处的物品，为自己创造一个积极和谐的环境。03和家庭场。家是一个人的气场之根，
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当一个人的家庭磁场稳定，他就会源源不断地生发出应对变化的勇气、智慧与能量。家和万事兴，一个和的家庭气场就是一个生机与能量生发的中心，这个中心会吸引、凝聚外在的事物，实现人生的富足。家庭气场顺畅，没有内耗，你的身体与精神就会受到积极正向的能量滋养。家庭气场影响你的气场，你的气场反过来也会给家庭气场带来积极影响。真正聪明的人都会珍惜善待自己的家人，用心经营管理好自己的家庭。他们相信缘分，愿意花出时间与家人相处，懂得相互包容，彼此扶持，努力让家里充满和谐平等的氛围。除了给家布置一个温馨、干净、光明的环境，他们更懂得建设良好向善的家风，让家庭的生命持久旺盛。在他们眼里，有形的财富不能代代相承，无形的家风家道却可以经典流传。家定了，人就定了。04，美化语言场。语言是流动的能量，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语言发出后会自动吸引同样波动频率的人与事。积极的语言吸引的是正能量的人与事，好事也会找上门来。消极的语言吸引的则是负能量的事物，霉运悄悄上身。真正厉害的人深知语言能量的威力，每时每刻都谨慎地规范自己的意念，小心的遣词用句，由心而发，心意相合，身语一体，使语言成为改造、提升自己身心最有力的工具。他们会重新出发，自觉运用语言的能量，升级自己的能量层级。他们用心架构自己独特的语言系统，以光明的人生出路导引自己，不断深化、细化自己的语言内容，升级富有生机的表达方式，使自己的语言成为光明本身。他们说积极的话，说给人出路的话，说慈悲喜舍的话，让光明成为口头语，成为潜意识，成为自己最好的护身符。记住，你每天多说的话会成为你的精神长相，成为你的命运。05，通透身体场。身体就是财富，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生命的殿堂，你有责任保持它的洁净、坚韧与生机。真正厉害的人懂得敬畏身体，因为它是世间最精密的仪器，蕴含着天地间的生机与能量。当一个人内心真正谦逊地与身体沟通，他会读懂宇宙的很多秘密，领悟生命的真正智慧。他们心怀感恩，保持感恩身体的习惯，感恩身体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细胞的精细运作，感恩身体付出的努力，感恩身体赋予的能量。在感恩中完成与身体的深度沟通，他们登山观海，把自己的身体融入到天地间，在自然中汲取生命的精华。他们每天会抽出专门的时间放松身体，疗愈身体。
他们通过静坐冥想，舒缓神经，唤醒身体，觉知身体，通透身体，使身体灵明通透，在身心归位中真正恢复生命的活力，身体能量充足，气场自然强大。06纯粹意念场，真正厉害的人都是善护念的高手，他们敬畏意念的力量，相信意念的力量，珍视自己的意念，善待自己的意念，纯粹自己的意念。他们能够精神自律，即使在一个人独处时也能自觉慎独，严格规范自己的精神活动。他们心生敬畏，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每一个念头都认真完成。他们在敬畏天道的同时，积极自己的意识，光明自己的意识，懂得主动运用宇宙赋予的这种高级灵性去改运，在顺天应时的前提下，去拓展链接更多的机缘，在精神的世界里呈现更多的惊喜与可能。他们内心光明，身心归位，以终为始，让意念回归原本清明通透的轨道，入光明之轨，自动自发凝聚光明，接轨广阔，导向生命的觉醒。你想什么，你相信什么，你就有什么样的气场。这就是意念场，也是生命磁场的核心所在。07慈悲灵魂场，爱与慈悲是最强大的生命气场。当你充满慈悲欢喜的时候，与宇宙和谐一致，身体自动建立起与宇宙内在的联系，大自然的能量会源源不断流入你的身体，强大你的生命气场。尤其是当一个人真正发出一个大的善愿后，他会在瞬间得到无限的能量，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当你目的良善，带着爱与慈悲，全心全意去帮助更多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欲望的满足放在首位，宇宙的资源与能量都会来帮助你，成就你。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在这个意义上，吸引力法则本质上不是关于赚钱的法则，而是关于使命与价值实现的法则，是敬天爱人的天道法则。不要把吸引力法则当成是一种实现财富或者其他欲望的工具或捷径，它本质上是让你回到自身，心怀慈悲，助人成己，在成就别人中灵魂觉醒，圆满自己。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场精神的修炼。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净化我的磁场。愿你远离负能量，迎来好运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